用鱼尾把鱼头养进无路，引见油。不能吃啊！这鱼被下了鬼咒啊！不能吃啊！道士看着鱼头冒出的滚滚黑气，赶紧拦下吃鱼的村民。谁料大家越吃越嗨，好像走火入魔一样。就在这时，戏班子忽然变成青面獠牙的厉鬼，他们一晃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连带正在吃席的村民们也消失不见。道士吓得浑身发抖，他眼角一瞥，竟发现一双白色的绣花鞋正朝他缓缓走来。老太太瞅了眼桌上的清蒸鱼，抓起来哭哧哭哧啃下肚。看着旁边亚麻呆住的道士，他又嘎嘎笑了起来。得多吃点，路上饿。镇长！另一边，镇长激动地掀开红盖头，谁料新娘子竟然变成了诡异的纸扎人。鬼来了！鬼啊！镇长和道士相遇，两人一开口就说看见了鬼，可下一秒镇长夫人就面色铁青地开始放风筝。原来前2天镇长家有3个仆人惨死，镇长吓得连忙请来道士改风水。道士掐指一算，发现镇长5行缺女人，于是建议镇长娶个媳妇冲冲喜。婚礼上，镇长请来一个戏班表演助兴，不曾想这竟给自己埋下祸根。镇长侥幸逃过一劫，他刚把道士赶走，神秘莫测的韩探长就跑来查案。他叫人打开棺盖，仔细检查镇长夫人的遗体。韩探长若有所思，立马把镇长叫到旁边问话。听说镇上有个叫徐天佑的，他母亲死后被鬼附了身，还从地下偷了好多金银财宝给他。韩探长觉得事情不简单，立马改变调查的方向。可他刚出门，镇长的女儿翠花就急吼吼地追上来带路。由于路途遥远，两人骑马颠簸了小半天，才抵达徐家村。倒霉的是，徐天佑突然暴毙，在棺材里躺板板。二位爷来晚了，他死了。小黑帽开始回忆那个无比惊悚的场景。3天前，徐天佑在村里离奇失踪，小黑帽带着村民四处寻找，不知不觉来到一片乱葬岗。无意中，小黑帽低头一看，吓得浑身开始抽抽。韩探长再次开棺验尸，发现徐天佑肚子鼓得像个大皮球，确定他就是撑死无疑。恶鬼缠身，是恶鬼索命。探长，你一定要为我的兄弟做主啊！他死得太惨了。接着，小黑帽说，前段时间徐天佑收到老妈托梦，劝他赶紧带着金银珠宝离开镇子，否则就会大祸临头。临走前，徐天佑提溜着2筐馒头上坟，并请来一个神棍做法事。然而法事刚做完，徐天佑就死于非命。据说这一切都跟鬼戏班有关。你听过鬼唱戏吗？农历7月15是鬼节，这一天所有脏东西都会从地府爬出来开 party。碰巧男人饿得实在受不了，准备摸黑进城要饭。孩儿啊，今天是鬼节，你可别在外边瞎耽搁，早点回来啊！话说徐天佑拎着破棍子上路，他经过小树林时，忽然听到一片咿呀呀的唱戏声。俗话说好奇害死猫，徐天佑躲在角落不知死活的偷看起来。忽然天空中电闪雷鸣，他刚转身，戏班子和观众就消失不见。徐天佑狠狠扇了自己大逼斗，巴掌是恶魂演的。眨眼功夫，戏班子又冒了出来。徐天佑站在树下躲雨，发现身边突然冒出3个黑衣人玩石头剪刀布。老哥几个这是干啥呢？谁赢就是谁的。我看你们这半天也分不出个输赢，不如把我也加上吧。你输得起吗？啥输不起的？不就是一条命吗？比起没命，徐天佑更怕自己没钱饿肚子。看他不讲武德的出锤子，黑衣人们面面相觑，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就变成一堆骨头棒子。徐天佑吓懵嘚了，他刚想转身跑路，就被青面獠牙的黑衣人狠狠掐住脖子。打斗过程中，徐天佑抓起头盖骨，哐当一声把黑衣人砸倒，然后抱起箱子飞快跑回家。他刚打开大门，就发现老妈趴在地上睡觉。黑猫咻的一下跳下院墙。头七这天，徐家再次发生怪事。晚上，徐天佑迷迷糊糊醒来，发现老妈正搁醋在墙角吃东西。娘饿呀！娘，你咋？老妈轻轻嘘了一声，然后指着桌上 bling bling 的珠宝，这是我从地底下偷的，你收着，别饿着，快点跑，跑得越远越好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，徐天佑发财后立马给老妈送了2大筐馒头做祭品，并请来道士风风光光做法事。不曾想还没出镇子就惨死乱葬岗。韩探长找到道士，询问徐天佑死亡的线索，谁料道士把责任都推到了鬼戏子身上。戏子唱活人，听埋已入死人坟。
话音刚落，韩探长收到消息，徐天佑的发小黑帽子突然离奇惨死。深夜，他浑身冒血地爬出水井，差点没把打更的小老头吓断气。这个老头在荒郊野外看戏，谁料一眨眼，身边的村民就都变成纸人，发现小镇有鬼戏子作乱，镇长立马领着手下保护民众。深夜，老头来到一处破庙，他拎起竹篮子，让跟班全去门外等着。然而就在老头烧香的过程中，头顶突然洒下一堆火药粉末，老头瞬间葬身火海。韩探长赶来祠堂，他一揭开白布，立马闻到浓郁的火药味儿。韩探长和翠花去破庙调查情况，镇长则带着手下着急火燎地赶来救场。韩探长摸了摸石像上的粉末，这不是意外，果然是杀人灭口。听到脚步声，韩探长马上找地方躲起来。镇长叫人搜查无果，第二天立马贴出通缉令，怀疑韩探长扮鬼杀人。与此同时，韩探长找到戏班的岳班主，意外得知镇长杀害戏班，然后命人穿着戏服到处作乱。老头因为看到杀人过程，被镇长的手下抓住，直到老头把手下干掉，才暂时保住小命。之后，镇长领着手下假扮鬼戏子四处作乱，得知了鬼戏子的真相。韩探长联合岳班主设计将冒牌货们抓住，让他扯掉面具。虚伪的镇长马上出来搞事情，他本想把手下干掉，谁料韩探长直接使出空手夺白刃，把烧火棍夺了下来。紧接着道士闪亮登场，他巴拉巴拉直接揭穿镇长扮鬼杀人的真相。不等镇长反驳，全副武装的士兵就将现场紧紧包围。原来韩探长的隐藏身份竟是军中大佬，他特意来此调查鬼戏子杀人案。最后镇长等人全被绳之以法。影片结束，民俗怪闻录之鬼戏班上映于2023年3月21日，由张家豪执导，殷浩明、王岗、戴安娜、岳东风等人主演。影片开头颇有创意，集合了全片90%的恐怖效果和画面，给观众带来了绝佳的体验。但是随着剧情的深入，强制洗白鬼杀人的举动，让影片的恐怖效果急剧下降，尤其揭露凶手的过程，全程尿点毫无吸引人之处，难怪豆瓣评分连个毛都没有。我来提一嘴，小镇出现鬼戏班，血流成河，人心换。谁料镇长搞事情，真相大白，世界安。横批鬼戏班真好看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